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阴虎味厨房。西兰花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做法也有很多种，很多朋友喜欢吃但做不好。今天分享最家常的做法。首先把菜梗切下来，菜梗也可以用来炒肉吃，然后把花朵一朵一朵的切下来。现在的西兰花10块一斤，比五花肉差不多的价格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呢？把切下来的西兰花像视频中这样给下刀，我们尽可能的切卷圆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其实在切西兰花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，我们切到3/4的部位，我们就用刀掰一下，没有用刀切到花朵，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的碎末。这也是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来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把切好的西兰花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接着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普通面粉。因为西兰花的结构比较复杂，如果用清水直接清洗的话很难清洗干净。往大碗中倒入多一点的清水。西兰花在生长或者是运输贩卖的途中，表面难免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，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放在一旁浸泡2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。准备小把白玉菇，去掉根部，因为根部的肉质比较老，然后再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长段。白玉菇看起来非常的干净，其实表面难免有一些细菌或者是杂质。切好放在大碗中，然后再加入大半勺的食盐。我们要用淡盐水把白玉菇清洗一下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放心。轻轻的抓洗一会儿，把表面的一些杂质抓洗干净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放心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后，我们要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。清洗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肉勺里面，控干水分备用。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蒜子的蒜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准备1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清洗干净的小米椒，切成小圈。如果吃不了太辣的，也可以不用放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备用。炒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小半勺的鸡精，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用放。加入少许的白糖，1勺生抽酱油，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厨房小白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的西兰花也已经浸泡好了，我们下手抓拌一下，把表面的一些面粉和杂质抓洗干净。同样我们也要多淘洗2遍，有条件的可以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。充分的清洗干净以后，控干水分，放在大碗中。接着往西兰花里面加入1勺食用油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使西兰花的表面都能够裹上食用油。这一步的目的是使西兰花在蒸制的时候不容易氧化变色。准备一个蒸锅，把裹满食用油的西兰花放在蒸锅里面，
我们要提前把西兰花蒸制一下，准备筷子稍微的整理一下，使西兰花在蒸制的时候受液更均匀。扣上锅盖，我们蒸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2分钟左右就可以。如果时间太长，西兰花很容易发黄，而且口感也不爽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，现在的西兰花颜色翠绿的，一点都没有氧化变色。把蒸制好的西兰花取出来，放在大碗中。现在的西兰花大约有6到7成熟了，经过稍微的蒸制一下，在烹饪的时候就可以节省时间。炒西兰花，我们最好加入少许的猪油，因为用猪油炒出来的西兰花吃着都有肉的香味。把猪油完全炒至化开，下入切好的姜蒜小米椒，然后把准备好的白玉菇也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辅料炒出香味，把白玉菇表面的水分炒干。白玉菇比较容易熟，我们也不需要焯水，因为焯过水之后营养很容易流失。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接着把准备好的西兰花也倒在锅中，再次开大火翻炒均匀。因为蒸制过后的西兰花表面有很多的水分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爆炒，把西兰花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。很多朋友炒西兰花总是在纠结，到底是焯水还是直接下锅炒。其实焯过水之后的西兰花营养很容易流失，直接下锅炒又不容易成熟，很容易发黄。这里我们要不停的翻炒，把西兰花炒至入味，翻炒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小炒西兰花就这样做好了，里面加入了猪油和白玉菇，吃起来还有一种肉的香味和蘑菇的鲜香味。西兰花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富含膳食纤维、叶绿素以及各种微量元素，不管是小炒还是白灼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家中来客来上一盘这样的西兰花，家人肯定夸你是大厨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